AI 伺服器订单爆满，营收不断放大。照理说，公司应该现金满手，但广达董事会决议办理 GDR， 伟影完成海外可转债后，又取得股权筹资授权。生意越旺，为什么反而越需要钱？这究竟是成长前的准备，还是低毛利生意开始吞噬现金流？今天不看股价，只用同一套资料拆解5家台湾伺服器厂。先厘清一个常见误会：营收增加不等于公司能留下同样比例的现金。AI 伺服器里的 GPU、HBM、网络交换器与高阶零组件单价很高。代工厂把整套系统交付给客户时，这些零件价值会进入营收分母，但公司真正赚到的主要是设计、组装、测试、整合与交付的价值。于是营收可以冲得很快，毛利率却可能因产品组合改变而被稀释。更重要的是，5家公司毛利走势并不相同，广达近期下滑，伟影最新一季回升，鸿海与英业达则呈现小幅波动。所以不能用一句代工都变差概括，要把获利率、营业现金流与筹资工具放在一起看。订单进来到现金回收，中间有4个资金黑洞。第一，高价零件要先备料；第二，海外厂房与土地要先投入；第三，液冷电源与整机柜设备要扩充；第四，产品交付后还要等客户付款。这些支出有的进入存货与应收账款，有的形成资本支出，最后都可能让账上获利与现金流暂时脱钩。因此，单季营业现金流为负，不必直接等同本业失败。但如果负值反复出现，资本支出持续增加，又必须依赖外部资金，就代表成长品质需要更严格验证。筹资不能只分好或坏，至少要分清4种状态。已执行的公司债或可转债，资金已经到位，后续要看利息、负债或转换稀释。股东会授权只是取得额度，不代表已经发行。董事会决议比授权更进一步，但未定价前仍不是完成募资。对100%持股子公司的内部增资是集团内资金配置，不能说成母公司向市场募钱。资本支出计划也不是筹资，更不是已经花掉的现金。真正要问的是，新增资本能不能带来更高获利？若报酬低于利息成本，债务会拖累财报；若获利增幅追不上股本增加，现增或 GDR 会稀释每股成果。每股对照能看出供应链位置的差异。恩维迪亚在2027财年第1季的 GAAP 毛利率是 74.9%， 营业利益率约 65.60%。Supermicro 在2026财年第3季的 GAAP 毛利率是 9.9%， 营业利益率约 6.11%。前者掌握核心平台与定价权，后者更接近系统整合层。这不是拿美股替台股平分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同样吃到 AI 需求，留下来的利润与现金可能完全不同。第1家，广达，优势是同期间现金覆盖。2025上半年营业现金流净流入约新台币 420.38 亿元，已执行资本支出约 74.43 亿元。资金风险在获利率与潜在稀释。毛利率从2025年第2季 7.05% 降到2026年第1季 4.78%， 营业利益率也从 4.05% 降到 2.85%。股东会曾授权上限 2.45 亿股，董事会决议发行2亿到 2.45 亿股 GDR， 但尚未定价，也不是已完成募资。夏季最重要的是毛利率与营业利益率能否止稳。第2家，伟创，优势是营业利益率比2025年第2季改善，从 1.96% 升到2026年第1季 3.44%。资金风险则很明显。2025全年营业现金流净流出约新台币 1058.10 亿元，同年已执行资本支出约 396.15 亿元。股东会授权股权筹资上限 2.5 亿股，但未定价，未表示完成。另有3000万美元子公司内部增资，
以及1900万美元资本支出计划，两者都不能当成外部募资已完成，下季要看营业现金流能否转正。第三家伟影优势是2026年第二季毛利率回升到 9.3%， 营业利益率回升到 7.3%。资金风险是扩张规模大，第一季营业现金流净流出约新台币 161.54 亿元，已执行资本支出约 38.72 亿元。下半年另有 9.42 亿美元资本支出计划，筹资要逐笔看。20亿美元海外可转债已执行，1800万股股权筹资是股东会授权，5亿美元子公司增资是内部增资，150亿元可转债与15亿美元连带则是董事会决议。夏季核心指标仍是营业现金流。第四家鸿海优势是2026年第一季毛利率 6.18%， 营业利益率 3.57%， 都比前一季的 5.88% 与 3.28% 回升。2025全年营业现金流净流入新台币2269亿元。资金风险是债务与扩张支出。2026年第一期无担保公司债1250亿元已执行。2025上半年已执行资本支出798亿元，不过全年现金流不能直接除以上半年资本支出，因此评分不做期间推估。夏季要补齐同期间现金流与资本支出再判断。第五家英业达优势是获利率相对稳定。2026年第一季毛利率 5.08%， 营业利益率 1.80%， 后者高于前一季的 1.48%。资金风险在现金转换。第一季营业现金流净流出约新台币 35.78 亿元，同期已执行资本支出约 32.26 亿元。公司对北美100%持股子公司决议增资 3.05 亿美元，这是内部增资，不是向外部市场筹资，下游配置也不能重复加总。夏季仍要看营业现金流是否改善。把5家公司放回同一套规则，这次没有公司进入优先追踪。广达是等待财报验证，现金流表现相对有支撑，但获利品质与 GDR 潜在稀释仍待观察。鸿海也是等待财报验证，原因不是表现最差，而是已验证的全年现金流与半年资本支出期间不一致，不能硬算分数。伟创、伟影与英业达一既定模型列为风险较高。伟创与英业达的主要限制都是营业现金流。伟影虽然最新获利率回升，但现金流、外部筹资与资本支出计划同时存在。扩张能否转成自由现金流还要验证。这个分级是资料截止日当下的机械结果，不是对公司长期竞争力下定论，更不能把筹资本身直接当成利空。下一季的验证清单很简单，广达看毛利率与营业利益率，伟创、伟影、英业达看营业现金流，鸿海则补齐同期间的营业现金流与资本支出。只要新资料改变，分级也必须跟着改，不能把今天的结果当成永久排名。之后再看到 AI 伺服器公司筹资可以用3条公式：第一，获利成长要快于营收与股本扩张；第二，营业现金流长期要跟得上净利；第三，新增资本报酬要高于利息、稀释与折旧成本。再加一个状态检查，先问是已执行、授权、董事会决议、内部增资，还是单纯资本支出计划。名词分清楚，才不会把成长投资误判成缺钱，也不会把现金压力包装成好消息。AI 伺服器股不能只看订单与营收，真正值得持续追踪的是扩产之后仍能提高每股获利、股东权益报酬率与自由现金流的公司。本文依公开资料整理，不提供目标价或买卖点，也不构成投资建议。投资前请自行研究并评估风险。